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戴森球全流程保姆级教学攻略了。我们来继续我们的第3期啊。首先感谢大家对视频的点赞、投币、3连、收藏、转发的支持啊！上一期视频虽然比较艰难啊，但是也成功上热门了。小米之后呢，会把每一期视频的开头呢，把我们之前立下的 flag 的目标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啊，给大家直观的列在这里啊，方便大家去知道小米的肝要肝到什么程度才能完成这个档啊。然后也非常感谢有2个小伙伴啊，去在 B 站的后台花钱去给我的第1期视频投流啊，就是为了让我们第1期视频有更多的小伙伴点赞，可能是更多的人看到吧。然后所以第1期的数字才会这么夸张啊。我可以理解大家想看大工厂的这个意愿，我也会这个完成我许下的这个目标啊。就是点赞数有多少，我们就造一个多大的工厂啊。然后借此呢，小米先来回答一下萌新的小伙伴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前面耽误几分钟，如果你是个老玩家呢，你可以直接拖动进度条看后面。首先啊，就有小伙伴问了，我们这个糖厂为什么要造这个180每分钟的？造多大规模的够？我怎么来衡量这件事儿啊？首先，如果看你的游戏目标是什么啊？游戏的整个目标，如果你看这个科技树的话，最终通关的目标就是这个任务完成，需要造4000的白糖。这个白糖呢，是需要前面5种糖的每一个再加上一个反物质才能做出来的。反物质后边怎么弄我们再说，但是前面每种糖每一个啊，这就是这个白糖的需求。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的糖的数量到后边基本上是1:1:1的关系啊。所以我们造糖厂的大概率所有的糖呢都是1:1:1的关系会比较好啊。然后呢，你如果只是以完成这个任务为目标，120糖每分钟的速度是足够你通关的啊。就是如果一个萌新1周目来玩的话，这个速度是足够的。或者你想你嫌它慢，你150、180都是可以的。一般这个数字会是60的整数倍啊，来做这个通关啊，这就足够了。但对于我们想造大工厂来说呢，通关游戏只是游戏的开始啊，所以我们的目标肯定不止于此，我们的目标还会再往后。所以为什么小米一开始上来造了180每分钟的蓝糖？一是因为为了这个整齐好看啊，因为这个蓝糖方块凑180的话它比较整齐。二是呢，因为这个速度快一点，这个方便我们后边视频的这个进度讲解啊，所以我做的180啊，你做120、150啊，我说了都是可以的啊。这是有关通关目标。第二个关于萌新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做总线，什么叫做超市，他还是不明白哈。超市就像是我们平常去逛超市、逛小卖店一样的，你想去买什么，你进去随便拿着就走啊，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们所做的所谓的这个超市呢，就是用这种组装机组装我们平常就是经常用到的这些建筑。这些建筑我们经常手搓，我们还得比如说我想做这个水泵，我发现我身上材料不足，我还得去各个的这个产线上去找这些材料，我再做，这个速度不就很慢吗？就很不流畅。我们未来需求呢，就是希望这个超市里所有建筑都有，我们来到这个超市里呢，拿了就走这样的一个需求。那至于总线呢，总线就是把所有的这种配件啊，以过量的方式大量的输送到这个超市内部啊，这样的话呢，哪里需求给哪里啊，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总线思路，它是没有经过量化的，我们只是大概预估了一个数值，就把这些这个零件一股脑的堆了进来啊，这就是所谓的总线啊，这是一个典型的总线布局。但是总线布局并不仅限于这一种形式，还有什么环形的、混带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我这里只是提供一个我常用的，供大家参考而已啊。这是有关于总线的布局以及什么叫做超市啊。然后呢，总线的这个产量有很多小伙伴去担心啊，如果这个带子上这边一个黄带的话，运力后边这个拉的特别的长的话，它的这个总线的产量不是会受到这个带子的运力的影响吗？或者是受上面的材料的影响，的确是会受到影响的啊。这个地方呢，我们这个超市这个东西，我个人的理解啊，我们是并不需要去进行量化的。我们可以把常用的超市中的物品，比如说传送带，比如说爪子，比如说地基，这些用量很大又比较常用的东西，放在这个总线的最
开端、最前端。最前端的原料供应是最充足的，越往后呢，原料供应会受到前面的机器的影响，会越不充足。所以你可以把不常用的建筑呢放到后端哈，这是我个人对于总线超市的一个理解啊。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后边的建筑生产的太慢，你想要提速怎么办？也很简单啊，你就把中间的原材料去并到这个总线的这个里边，中间可以做截断，你或者是做回环啊，都是可以的。你就去增加输入端的这个原料输入就可以。我们现在这个输入端呢，除了铁板是360每分钟的，其他都是180甚至120每分钟的。你要是觉得后边原料输入不够，你就可以在前面把这个原料再进行扩充啊，或者呢去升级我们的这个传送带，我们后边的传送带还能再进行升级，也可以让这个产线上这个总线上的这个物资供应更加充足，也可以升级啊。这个就是我后边这个总线拉的长了之后啊，这个怎么供应的一个问题，我也做了一个解答。然后呢，就是这里啊，有的小伙伴出反映说是这个为什么有的时候他拉这个传送带啊，就会出现什么连接不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的问题啊，就是不要像这里啊，这里我当时说了，造这个黑盒，这个是沿着纬线造的，这里是一个临时拉的一个研究的地方，所以我当时就沿着经线就这么拉了，因为这个地方的空间很小，我就这么拉了。但实际上呢，你造建筑不要沿着这个经线造啊，因为你沿着经线造，在跨这个纬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带子也好呀，或者是什么也好呀，它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折叠的现象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你有的时候你的传送带拉不直的原因。那如何知道你拉的这条线呢是在纬线还是经线呢？摁 M 键，摁 M 键再摁 N 啊，你就会让你的这个视角正对着北极。这个时候你横着的这些线就全都是纬线了啊，你就可以沿着这种纬线去拉你的产线，就不会再出现错位啊，这个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情况了。然后最后呢，就是关于我这边的冶炼的这个地方啊，冶炼的这个地方我当时一刀给大家切掉了。虽然后边我给大家发了一个全流程的视频啊，但还是有很多小伙伴反馈说不想看一刀切啊，说萌新的教学还是应该手把手一点啊。这里的确是我没有考虑到这一层啊，很多小伙伴可能不知道这个冶炼门块怎么造，还是因为没有告诉大家这个原料的配比我是怎么配的。小米呢会在这个视频这里给大家打出来啊，我这里是怎么配的这个原料啊，以这个后边的这个产线上输出的原料的速度都是多少。后边呢我们尽量就是一些第一次造的地方呢，我们还是选择加速啊，或者是精简的方式，而不选择一刀切啊，好吧？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回答萌新的一些问题啊。然后作为保姆级攻略的嘛，我们很多东西还是尽量给大家讲的细一点啊，这个进度慢一点也无法无可厚非啊，就没有办法啊。然后这一期一上来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个蓝糖进行这个红糖进行量产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红糖能量矩阵，能量矩阵想要量产的，它需要石墨烯啊，高能石墨啊，高能石墨和氢啊。氢这个东西想要生产的，它是需要化工厂的，化工厂和精炼设备。不需要化工厂，它需要的是精炼设备哈。精炼设备呢，就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游戏中的一套化工的这个系统啊，相对来说呢，要比我们之前只是单独的炉子和制造台要复杂一些啊。那这个化工系统呢，要想制作呢，它需要在这个生产里制作这个原油精炼厂和这边的这个采集里边还有这个原油萃取站。这两个东西要想生产的都会用到一个原材料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电浆激发器。这个东西的制作流程呢，相对来说就会复杂一点啊。我这里呢，正好借着这个东西的制作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量化网站是如何使用的。有小伙伴说不知道我发的这个网站如何用哈，我们这边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首先，关于我之前发的这个网站，它是挂在 GitHub 上的啊，所以有的小伙伴觉得打不开。我其实没有用任何的翻墙软件，我直接就能打开，只是慢一点啊。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网站你打不开，需要翻墙的话不好，你可以换一下这个哈，这个我也常用，这个是国人制作的，挂在本地的，并不需要任何的这个科学上网手段。如果你无法加载，右上角作者也给提了，用这个 Chrome 或者 Edge 的浏览器啊就可以打开了啊。那这个量化的这个网站用处都是一通百通的，大差不差哈。我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个常用的这款啊，因为这款的功能比较多。首先这款呢，默认它是英文
文呢，我们在左下角选择显示，这里可以设置成简体中文啊，这边的这个设置功能很多。其次呢，它并不只针对戴森球计划，它什么异形工厂、幸福工厂这些，它都可以在这里做量化，所以这个网站还是比较好的啊。其次呢，它还可以对游戏的很多东西进行各种的设置，比如说你已解锁的配方，你之后的科技，你的采矿速度是可以提升的，你的科技中你的传送带是会逐渐的升级的，你会逐渐的增加增产剂等等啊，都可以在这里设置。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工厂的一个常用配方，比如说我这里自定义了熔炉就选择了这个，制造台就选择了黄色的，科研站选择了最基础的等等。你可以在这边额外的去添加你的这边的设计啊，因为你如果不添加的话，你会你后边产线多了，你要一个个在右边去改啊，就比较麻烦啊。比如说我们想量化什么东西啊，我们刚才说了通关只需要150的或者120的白糖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直观的把这个白糖放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如果想通关的话，你一共要制造多少种物品，多少个产线啊？看起来好像有点吓人，对吧？但实际上跟大工厂相比，这只是九牛一毛啊。这边它会直观的把你需要多少的机器、各种原矿的，这边是矿簇的数量，原矿矿簇的数量，都给你直观的显示在这里啊。甚至你需要消耗多少的电量，它也会给你显示在这里啊。这就是这个网站的用法啊。那我们现在来换一个物品来举例啊，我们选一个电浆激发器。电浆激发器呢，我们这边选择90每分钟啊，太高的话这个产线太大了，我觉得没有必要，90每分钟我觉得足够了哈。这里呢，你这个数值你还可以设置几种模式，我们这边设置的是物品每分钟，你可以设置传送带，比如说我们买一个传送带，这边就是360每分钟。你或者呢，你也可以设置成工厂就是几个这种制造台啊，这边一个工厂就代表着只用一个黄色的制造台去制作，它需要生多少的原材料啊，所以各种模式你可以在这里任意修改，我们就用这个物品每分钟的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看到90的电浆激发器呢，它需要360的磁线圈和这个180的棱镜，180的棱镜还需要270的这个玻璃，这就是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了。知道这个流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网站放到旁边啊，就可以对照这个去开始去扩充你的这个产线了，来进行量化。我知道很多小伙伴都喜欢用这个水面法去玩这个游戏啊，没问题的。如果你的目标只是通关的话，你用这个水面法完全没有问题啊。但是萌新小伙伴呢，如果用水面法用多了，你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在于到游戏中期的某一个时间节点，你会发现和面和的很困难啊，就是因为前面比较乱嘛，后边这个你要想再加的话，或者是产线不好改，或者是呢不好算啊，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加多少。这个地方加完了又觉得不够啊，然后又回来重新加啊，可能会有这种困境或者是麻烦啊，所以我个人还是推荐大家能够尽量用量化的，还是用量化的方式，会这个到后边修改产线或者是扩充产线的时候会更好做啊。这里呢我就是在整个视频里都是采用一个量化的思路啊。首先我们刚才说了270的玻璃啊，玻璃的产线和石头的配比，石头我们这边是覆盖12个矿脉的这个，或者是一满黄带的石头是360啊，360的石头呢能供180的这个玻璃的开采，我们可以看一下。2:1的关系啊，我们就是看这个原料比例就可以了啊。这边是一个2:1的关系，原料比例影响的是你的这个材料和产物的数量比，然后时间啊，它多少秒生产多少个，这个时间影响的是你输出的这个机器啊用多少个啊，你明白了这个事情呢，后边就好算了哈。我们现在是一个1:2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把2条黄带的原材料输出用1条这个黄带去输出就可以了啊，因为是一个这个1:2的关系吧，所以这就是对了。然后我们到点是造多少台熔炉呢？你可以一是你可以自己算，二是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是30每分钟啊，30每分钟我们要想买一个黄带的话，一共需要12台熔炉。所以这里我们一共是12台熔炉做玻璃啊。我们刚才看了，如果要做这个棱镜的话，要消耗270的玻璃，我们还有90的玻璃富余。这90的玻璃呢，我们就会输入到我们的总线工厂上去，用来生产后边的这个建筑来用哈。所以我们直接在前面呢，在这个地方玻璃这里把这个棱镜给它生产，就地就给它生产掉，就不往前面走了哈。节省一下外面的这个空间啊，因为这个地方的产线需求量很小啊，规模很小，我们就地生产。这边我们就选择棱镜啊，
然后呢，我们这边也再补一条黄带啊，这个棱镜从这边出啊，棱镜我们刚才看了是180的速度啊，180的速度一条黄带足够了啊。这里这个有上一期有小伙伴说啊，这个绿爪虽然速度是虽然电量是黄爪的2倍，但是它的速度也是2倍，所以根本就不额外多耗电啊。这个理解呢，这个只能说是在某些情况下是对的，但是在有一些情况下，在我们游戏的初期啊，这个传送带的速度还比较低的时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需求不了那么高的速度，但是它的电量是实打实的消耗了。就比如说这里啊，这里抓进去的速度也好，抓出来的速度也好，一个黄爪其实就足够了啊。你顶多说是这儿跨了个带子，我们用一个绿爪啊，为了确保这个速度不降啊，这样就会对你初期的电力压力会比较小一些啊。所以黄爪呢，我上一期没有缓存，我个人觉得其实是不好的啊。一会儿我们还是稍微的缓存一下，或者说我们从这个传送带上去抠一点啊，我们去还是尽量的进行一下节省啊，因为怕这个萌新小伙伴他不太会扩充电力啊，这个电力搞不定啊就麻烦了哈。然后这边先不往前走了啊，我们这边棱镜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发现还需要这个磁线圈啊。磁线圈的这个产线呢，就相对来说大一些啊，因为它需要360的磁线圈。我们之前无论造蓝糖也好呀，还是造什么别的地方也好啊，我们都没用过360这么多的这个磁线圈的规模啊，所以磁线圈这里我们也就借着这个机会稍微的给大家说一说，360的磁线圈呢需要4个制造台啊，需要的铁矿数量也是360啊，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啊，我们就产一下360的铁矿哈。这边一个7个，一个5个矿脉哈，这边的速度就足够了。我们就在这边拉一个磁线圈的产线就好了。磁线圈的产线它需要的是这个磁铁，磁铁一满带也是需要360个，需要9个熔炉啊。这个东西你造多了，你自然在心里就有数了啊。如果你没数呢，就有我们刚才的量化网站，它会告诉你的，你就一个一个的产线去做这个量化啊，就别混在一起做啊。我们刚开始的话，新人玩家不能一次性的做很大的这种产线啊，你就一个个做啊，铺的分散一点也没关系啊，因为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足够的，后边我们就离开这个星球了，所以空间你只要填海工具一直在造啊，所以这个空间肯定还是够的啊。我们这里啊选错了，我们做这个磁铁，磁铁是一个九个的关系啊，9个的关系。然后其实这里用这个黄爪足够了，但是我这里黄爪没有啊，不要学我啊。这边在黄带的期间啊，大多数情况下用黄爪就足够了。我这边比较挥霍啊，用的是绿爪。我们这里把这个电力给它补上啊，这边刚好还能放下一个电线杆啊。好，然后把这边生产上。然后磁铁这样就出来了啊。磁铁出来之后呢，我们还需要铜板啊。铜板用的量很少，只需要6个这个矿脉，3个熔炉就足够了啊。我们这边再用一下铜板。这边刚好有一台机器啊，但是这是一个5的啊。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机器能不能给它变成6啊。如果能变6呢，自然就更舒服一点啊。不好变啊，不好变，就是一个5啊，那5就5吧，5问题其实也不大。一是我可以从这边的矿上去稍微的偷一点啊。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4项分流器的用法，4项分流器用法特别的多啊。我们先介绍第一个啊，就是优先级。我们可以在这个袋子上呢加一个4项分流器，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铜矿已经停产了，对吧？它已经用不上了啊，暂时它用不上了，因为我们这边蓝糖没有，蓝糖所有的科技我基本都跑完了，所以我就先停着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用一个4项分流器，这个东西的作用呢，就是把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均分啊，分成1:2的这样的一个均分，当然也可以不均分啊。这里就可以把它进行分出来啊，你可以分2份，你其实也可以分3份啊。那你分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现你这个4项分流器，你去点它，你会发现有一个4项分流器的界面。我们在这里呢选择点一下这个橙色是出口，蓝色是入口啊，点一下这里，它会出现过滤器。过滤器的功能我们后边再说，你就把它放成这个放大的这个形式就可以了。这个代表着什么意思呢？代表着优先啊。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假如说我们先把这里的原材料断掉啊，我们把这也断掉，我们把这个上面的袋子清空啊，点击这个传送带去这样点击，你就可以把上面的物品拿出来啊。这个之前教过大家，你就会发现我们这里会有一个优先级供应的关系啊，在这边再把这个原料给它连上。它会优先先保证这边堵了才会输这边啊，所以这样就给了一个优先级。这样呢，我们就会把一些地方冗余的矿啊，就是停产的用不上的矿，给它补一下这种不足的矿啊，这样就肯定能足够凑到6个了啊，这里就足够了。然后我们在这边补3个熔炉，
这里没有必要拉这么长啊。好，铜板拉过来，跟这边的磁铁一合并啊，这边的磁线圈就生产出来了。4个黄色的制造台的磁线圈数量刚好是一个满带啊，就是我们的360的这样的一个磁线圈啊。这边一个很简单的量化就做好了。这回呢是手把手教的啊，之后的这种基础原材料的制作，我们这边就不再给大家介绍了啊，我们只介绍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后边还有什么阴间绿马达是吧的制作，到时候再来给大家看啊。这个简单的初级的这种，我们后边就跳过了啊。感兴趣小伙伴呢可以去看全龄程的那个大合集啊。然后这边出来了之后，我们在这里开始做我们的这个电浆激发器啊。它的这个位置呢稍微的往外一点，因为前面的这个会确保后边的制造台的流量能跟得上啊。你可以看到这边因为纬度的关系啊，我们这边所有的机器它是这种紧密摆着的啊，紧密摆着的，中间是没有空隙，不能插电线杆的。你要想这么做怎么办呢？摁住鼠标左键去拖动的时候啊，你摁 table， 摁一下 table， 摁2下 table。啊，你发现中间就会变成这种二相隔的这种状态，按3下 table 就会变成1相隔的这个状态，你就可以这样以一定宽度的距离去铺了。这个东西这种功能在高纬度下是非常常用的功能啊。我们这里呢就隔1走1这么去铺吧，啊，其实隔2走2铺也可以啊，都是可以的。然后这边呢我们补一下这个电线杆，确保所有的位置都能覆盖到啊。然后这里我们生产这个电浆激发器。这边这个电浆发射器供应上了之后啊，如何给它引入到我们的这个总线超市呢？小米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密铺的技巧啊。我们正经铺的话啊，日常铺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传送带啊，它是横平竖直的，它是沿着我们这地上的这个小方格的外框线啊，这个边框上这样一点点的去铺设的啊。然后我们跟大家说过，摁 R 键你可以取消这个传送带的这种吸附啊，或者是按 Shift 键也可以取消这个吸附，然后让它变成一种自由路径的这样一个自由铺啊。那我们一旦可以产生这种自由路径、自由铺的这种传送带的时候，我们摁这样斜铺啊，我们这样斜铺，我们再这样斜铺一条，铺了这样2条的传送带啊，或者是我们隔得远一点啊，在这边斜铺。在这样的这2条传送带啊，那产生的这样的2条传送带呢，我们把其他的段的位置给它截掉啊，把其他段的位置给它截掉，留下中间的这一段啊。这一段单独看它，你可能还不觉得什么，你会发现，哎，它不在这个边上了，它不在这个边缘的边的位置了。你会发现，哎，我还可以在它旁边横着这样拉一条传送带出来啊。那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不就跟这个紧密连在一起了吗？啊，紧密的这样的连在一起了。那我们如果利用这样的技巧呢，就可以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已经满的这个传送带里，再加出2条传送带来啊。那这2个点怎么连在一起的？你会发现，如果你这样直连的话，它是不能走直线的啊，就是拐了个弯，因为它还是在吸附着啊。我们R 键，哎，就可以改变它的这种吸附模式啊，键盘的 R 键，哎，这样我们就可以啊，这样直着拉出来一条不在原本这个线路上的这样的一个传送带了。我们之前已经在通过科技这里啊，在升级啊。升级这边有一个批量建造啊，解锁了蓝图上限150，我们的蓝唐科技最多可以解锁蓝图上限300啊。我们现在就有这个蓝图功能了，我们摁 Ctrl+C 就可以快捷的进入蓝图的界面，或者是摁这个蓝图规划啊，然后在这边选择创建蓝图，也可以进入这个界面啊。然后我们进入这个界面之后，我们把这个传送带一选啊，然后你可以保存，我这边就选择立即使用啊，它就等于是被复制到了粘贴板上一样啊。我们这样就复制出来了，然后你的这个伊卡洛斯也不用动啊，它铺这个蓝图的范围是可以铺的很广的啊。有没有人去建是另一回事儿，铺是可以铺的啊，计划都可以计划。你会发现你这个东西你是可以，哎，你就可以插在你的这2个
带子中间，这样不就在我们原本6条的这个原料输印上变成了10条，每边能再扩充3条，这样就变成了10条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那我们现在就来做这样的一件事儿，我们这里这个地方就需要这个电浆激发器啊，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给它。这边使用蓝图还有成就啊，然后你就不要退出这个蓝图模式啊，就这样一直往前复制啊，这样一直铺，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个传送带连在一起啊，因为我们人工手铺是铺不了，在这种紧的地方是铺不了这种结构的啊。然后后边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战场分析基站。再加上这个小飞机啊，去帮我们铺后边的，这里就有了。这条带子可以搁在这儿，没事你想用的时候就可以过来复制啊，这样就行了啊。然后呢，我们就现在在这里把这个电浆激发器给它弄进去啊。弄进去怎么弄呢？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这个小技巧啊。一般来说是转弯啊，直行让转弯啊。我们这里等于是转弯插进去的，这个位置很窄啊，你没有办法去进行跨带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中间给它断开啊，我们让它让一下。然后呢，我们这里再铺啊，让直行的去让这个转弯的啊，跟交通规则是刚好相反的啊。直行让转弯啊，这个东西就进来了，进到了我们的这个里面。我们之后呢，这个东西的原材料供应就有了，我们还解锁了一个里程碑啊。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这里工厂可以用这个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什么给弄出来了，更大一点的电线杆弄出来了。但是这里我们是放不下箱子的，因为可以看见，因为我这边占了一个格子放不下箱子。这种地方有没有办法呢？也有办法啊。我们这个箱子还有一个特殊的结构，还没给大家介绍过啊。这里可以用黄爪啊，因为这个的速度并不关键啊。这个箱子我们之前不是限制输入了吗？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特殊功能。我们在这种格子上摁一下鼠标中键，你会发现它，这个框跟这个不一样了。这个代表着这个格子它只能放这个。这个叫做什么？只能放4项分流器，别的东西它放不进去了，就等于把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筛选。我们先把这2个格子做一下筛选，然后我们在第一个红色的格子里再按鼠标中键，会进入到这个物品选取的界面。我们选择这个电浆激发器，你就会发现它会以一个虚影的形式存在啊。不是电浆激发器啊，选这个建筑里边的这个高级的这个传送带啊，不是这个无线输电塔的这个电线杆啊，它就会以一个虚影的方式存在。然后我们稍微的把这个再把它扩一下，你就会发现，这里它被这个格子它是放不上去的，它只能放这个电线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把它同时用这一个箱子去抓这2个物品啊，这样就可以做到结构既紧密了啊，我们又这个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啊。后边的这些格子你也可以放东西，它只是不会往里输入，我们人为的手动往里面放东西是可以放的啊。这就是这个结构哈，这也是一个让你的这个超市更紧密的一个小技巧。那这样这个东西就出来了。这个东西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往下继续扩建我们的这个超市了啊。我们新的工厂终于可以开始建了。我们在这边再摆几台组装机啊，然后这边我们需要做红糖需要的一个源流精炼厂。好，我们在这边先把这些工厂放下，然后补上电线杆通电啊。然后原油精炼厂看一下它需求是什么，它需求的是钢、石砖，然后滤板和这个电浆激发器啊。这里你一定要注意，你选的时候爪子一定要选对传送带啊，你选不对你可能抓的不对啊。然后这种东西呢是没办法复制的啊，就是这种不在正经格子上的这种传送带的运输，它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我们可以复制一下看一看。复制之后，这个传送带会默认去吸附外边的这个格子，或者是其他的格子啊，就吸附不到这个格子上。你需要注意一下，你自己做密铺的这个爪子呢，你要自己拉啊。我们这边自己再连一下啊，这边不做这个结构哈，我们做这个原油萃取站啊。原油萃取站的材料跟我们的这个精炼厂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它们2个其实理论上是可以复制的，但实际上复制不了。这边我们把钢给它弄出来，钢弄出来。然后这里呢，出机器这里只用一个黄爪就够了啊。这边其实也是可以是黄爪的啊，然后这里就可以了。每个我们都只生产一个格子啊，就足够了啊。我们做一个红糖用不了多少啊，这边就生产出来了。然后后边我们再往后呢，还可以再进行生产别的。我们可以在这里点击这个电浆激发器啊，可以看一下它都能生产哪些建筑还有一个喷涂机，喷涂机暂时用不上，我们先不用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原型机，原型机是战斗用的，暂时也用不上。那这个东西到这儿为止啊，其实就没啥用了，后边的工厂用不上这个东西了。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呢做一个截断啊，然后把这里的这个抽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按 Ctrl V， 我们还发现还可以复制啊，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去复制。
我们可以去弄一下啊，这里不好弄啊，我们 Shift 删一下，摁住 Shift 啊，然后摁 X 是删除，摁住 Shift 去删，你就能删整条的传送带啊，这也是一个常用的快捷键啊。然后我们在这边我们再往前铺啊，我们再往前铺，我们刚才后边不是还有玻璃没有引进来吗？我们这边要开始引入玻璃了。那玻璃的引入点呢，我就选择引在这里了啊。我们把这边做一下截断，然后拐过来啊，引入玻璃，跟前面这是一样的啊。好，玻璃来了，我们可以开始做需要玻璃的东西了。比如说这个矩阵研究站，它是需要玻璃的，我们把这边做出来，然后一个滤爪，拿这个滤板，然后齿轮这个电磁圈啊，然后我们的铁板，然后这个出来，然后这边我们就采用同一个箱子啊，这里我们就去规定一下，我们要这个矩阵研究站的数量可以稍微多做一点啊，因为后边去扩大我们的这个糖的生产的时候数量比较多，我们造3个格子啊。然后这边我们还有一个需要玻璃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储液罐啊，储液罐是需要的，后边要做化工厂，储液罐必不可少啊。然后玻璃啊，然后石砖，然后铁板啊，储液库出来。储液库呢，我们要1个格子其实足够了啊。平常用储液库用的很少，我们就生产1个格子啊，这样就可以了。这1个箱子就全都解决了啊。然后还有什么需要玻璃的建筑呢？还有我们的化工厂，在这里新解锁的这个化工厂，我们这一期用不上，下一期会用上，我们可以先做一下准备啊，然后这边可以做一下复制。化工厂也是需要玻璃的，我们拉一下。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流量监测器。流量监测器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做大工厂的时候才用得上啊。现在我们还用不上，但是既然玻璃引进来了，我们就在这儿先给它做了啊，就着这个玻璃的产线啊。你可以看到我跟这个电浆激发器这2个用的是同一个带子的位置啊，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位置，我们可以随时的截断它，再引入它，截断它，再引入它的形式啊，去把这个原材料的产线进行一个扩充都是可以的啊。我们这边也给它弄一下，哎，我发现电量开始闪黄了啊，电量开始闪黄了，说明我们现在电量吃紧了。我们先把这边做完，先不急。刚好我们的这个电力不足了，小米在这里呢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关火电的发电厂的一些小细节和小说法。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有关火电运行的一个原则啊，或者是整个的电力系统的一个运行原则，叫做电力均摊原则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电量放出来，现在可能电供应上了，因为我们那边又有一些工厂停产了，所以电量要供上了。我们的所有用电器它都是均摊我们的这个整个电网的电力的，这边一个100%就说明它现在是100%的状态供电。那假如说供电不足了，它这里一旦降到50%，是所有的用电器一起降到50%啊，这是第一个原则，电力均摊原则啊。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我们的火电啊，我们的这个火电厂，它去燃烧这个煤炭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能源也好，物质也好，它燃烧的这个功率或者是产的这个电量是根据你的电网负荷决定的。假如说我们现在电网负荷很低啊，只有1个2个机器，那这个火电它的运行效率就很低，它会时停时运行时不运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维持这个电厂啊。有的时候呢，有的小伙伴不去做量化啊，他就会发现，哎，好像有煤炭蓄积在这个火电厂的前面，蓄积在这个火电厂的外边啊，然后好像我的这个火电厂的这个还能再造更多，我们还可以再扩充电力。但实际上呢，你真正的用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只是因为当前的用电器的数量它并不是那么多啊，导致我们的电网负荷不高，让你看起来整个传送带上的这个煤炭也好呀，或者是其他的原料有富余。实际上呢，它应该是带不动这么多的这个火电的啊，所以知道这个原料跟火电的配比是至关重要的啊。小米这里呢，给大家列了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列出了我们前期所能用到的所有常见的一个能源物质啊，它包括煤炭，
石墨、燃烧单元，甚至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黄色的增产剂，很多小伙伴可能没注意过啊，这个黄色的增产剂是可以烧的，这个增产剂也是一种燃料的一种，它也能提供大量的能量。实际上呢，反而是这个增产剂它的这个燃烧效率要比我们常规认为的石墨也好呀，或者是燃烧单元也好呀，它的效率是要更高的啊。我这里呢算的比较细节啊，它除了给你列出了各种的这个发电的能量，它供给伊卡洛斯的时候它的机甲功率提升以外，我这边还给大家计算了它能带动的这个火电的数量，以及它的这个发电效率，或者是叫净发电量。那如果小伙伴呢追求一个黄带啊，听清楚我说的话啊，如果你追求的是一条黄带上能带动的火电的数量多啊，我推荐你用这个当然你有可燃冰，直接用可燃冰最好了。我推荐你用原油啊，对，没错啊，用原油去烧一个满黄带的原油是可以带动9个火电的这个数量的啊。它不但是这个带动的火电数量多，净发电数量好看，而且呢，它的发电效率总体来说还可以高达87%啊。什么叫净发电效率？我们一会儿再讲啊。所以如果你追求的是一个满黄带的能源材料，带动的这个火电的数量多啊，你前期烧原油挺好的啊，这是第一个要说的。那第二个要说的，如果你就追求的是简单高效，无脑烧煤炭就好了，其他那些中间的华而不实的都不用看啊。虽然看起来好像能够提高，但实际上你会发现，无论你是生产石墨、燃烧单元还是增产剂，它都需要你额外的配套很多的建筑设施来供给你的这个原材料的生产啊。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啊，那些建筑设施它一是要消耗材料的，它要消耗资源啊；二呢是这些建筑设施呢，它也要额外的进行供电。我的这个净发电率是怎么算出来的？就是你的总发电的量减去了这些需要配套的这个设施，带动这些设施的这个电量，而得出来的一个数值啊。所以你就不难看出啊，如果我们想追求这个发电效率高，也就是说不用冗余的产线，不用额外加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最好就是只烧煤炭啊。只烧煤炭就是最优解啊，是又简单又省心啊，又这个什么的一个选择。除非你母星的这个地图刷的这个煤炭的多余数实在是太少啊，烧煤炭是这个矿簇的数量不够，否则我就建议你火电烧煤炭啊。这就是有关于火电为什么会停电，以及火电刚才我们讲了火电的这个电力均摊的原则啊，然后以及烧什么原料，这两个说清楚了。然后火电为什么会停电，刚才讲的还没有讲完啊。除了它这个电力均摊原则让你误以为你的这个传送带下面能带更多的火电，你没有做量化导致的这个后边原料供应不上了，你的这个电厂停电的是一个原因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呢就在于火电跟我们之前用到的风电不一样啊。火电呢，它要想运行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器啊，我们先摆一下啊。火电，你如果想让它运行起来，你需要把原料是没有办法传送带直接塞到火电里，塞不了，你需要给它供应一个机械臂。那你一旦给它供应机械臂，这个机械臂万一停电了，你这个火电吃不着原料，吃不着能源啊，它自然就停电了。那这个机械臂是为什么会停电的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电网是有一个均摊原则的。假如说像刚才我们闪黄了，就代表着我们当时是大量的机器在同时一起运行，导致这个电网负荷就超了。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电网很健康，对不对？你觉得你好像能铺的很大很大的产线，结果你无脑铺到后边，你发现突然发现你的电网黄了。你电网黄，刚开始黄还没关系啊，因为刚开始黄这个每一个这个机器它都有一个最低的一个待机的功率啊，可以看一下，它下面会有一个待机功率。待机功率一般来说就是10%左右的一个电量啊，10%甚至更低啊，这样的一个待机功率。当你的这个电量供应连它的电力的10%你都达不到的时候啊，你这个整个的电网就宕机了，就瘫痪了啊。在这个10%之前，你的这个电网还能在勉强的运行，只不过所有的这个功率都很低，大家的效率都会因此而下降啊，降到50%，效率就会降到50%啊。所以当所有的用电器用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这个电网黄了，你的这个爪子的运行速度就会变慢，运行速度变慢的，这个煤炭吃的速度就变慢，如此就会产生恶性循环，你发的这个电量就会更少，然后你这个电网就更宕机，然后就死循环。
走着走着走着，你就发现你整个电网就瘫痪了。你要想重启它呢，你就必须把这个火电跟这个整个电网隔离开，然后你手动往里运燃料，让它启动起来啊，让整个启动起来，你再能够恢复电力啊。所以为什么不太建议萌新的小伙伴去用火电啊？就是因为火电会你用不好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沙土不足了，沙土不足，我们改一个方向铺吧，我们换一个方向铺啊。我不去搞沙土了啊，录视频呢啊，我们保证这个视频的连贯性啊。好，我们在这里先铺3个啊。所以呢，我们一来呢是要确保你可以多用几个爪子，一来你多用几个爪子，比如说这电网宕机到了50%，只剩50%的功率了，但是我们有2个爪子，2个50%加起来还是1，它还是能供应这个火电的这个满速运行的。这个时候就能一定程度的缓解啊，你因为你的这个电网负荷过大带来的这个电力问题啊，这是一个思路。另一个思路就是一定要做量化，我们刚才给大家列了，如果用煤炭的话，最多就用6个火电这个火电。然后呢，这个火电是可以从机器抓到机器里的，有的小伙伴可能不知道啊，按住 Shift 的鼠标左键就可以复制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节省这个空间嘛，这样我们的传送带就可以铺的更紧密一点啊。我们在这边再铺啊，因为我们前期沙土比较紧张，我们就可以这样铺啊，这样就不需要把这个战线拉得很长啊。当然这样抓进来呢，对前面的这个爪子的运力就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啊。你如果爪子的速度不够，你又会产生宕机的问题啊，这个你自己需要额外的注意。我这里已经给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呢，我们一边就只用6个，摁波浪键就可以取消这个爪子啊，就可以这样来弄啊。这里我们再放一个火电。这里不直啊，不直有点难受，不直能不能拉过来？应该也可以啊。这里我们用一个绿爪吧，也可以啊，斜着拉会，如果这个斜线的距离远的话，会进一步的降低这个爪子的运行速度啊，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啊。所以我们现在先拉2条吧，因为我没有沙土了啊，先拉2条。这边是不是够呀？这边的空间看起来是够的啊，那我们就拉3条，直接把这个电力撑起来啊，够的。然后我们把爪子配上。一个绿爪，你或者是用速度更高的爪子，你或者是用2个黄爪啊，最少给它这样的一个配比啊。然后我们这样再复制一下，这样就好了啊。然后我们这边就弄好了。然后呢，还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计算配比，用2个黄爪以外，要做好电网的隔离啊。什么叫电网的隔离呢？就是你挖矿的这个机器啊，千万不要用这个火电去带动，也不要跟你的主电网连在一起啊。你挖矿的这个机器其实应该跟你的火电离得远一点会比较好啊，但我们这里稍微离得近一点，我们就不要把这个电网跟那个电网连在一起啊。风电的数量其实不用很多啊，稍微有几个就可以啊，能让它带动它运行，不要让它停产就行了。我们稍微的补一点，尽量横平竖直啊。好，然后拿这个风电去给我们的这里的这个这个煤炭进行供应啊，你会发现，这边火力发电就开始运行起来了。实际上呢，你让你采煤的位置离你的火电厂的位置再远一点会更好啊。就是这个电线杆，现在把它们直接连在一起，其实还是有隐患的啊。最好还是把这个电厂直接拖得更远一点，因为我这里空间实在是不够了，我就没这么干啊。我推荐大家这个电线杆不要啊，你在这边比如说再补几个这个。甚至这个电线杆都不要啊，就让你的整个风电跟你的这个采矿机的电网是跟整个的电网外边的这些电网火电全都单独隔离开啊，是最稳妥的一个手段，才能真的做到隔离啊。我现在的这种隔离方法呢，其实还是有问题的啊，但是我这里空间不足了，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实际上老手的话，一般来说也不会让火电真的停电啊，只有新人玩家会因为对电网的关注度不够才会停电。然后你整个的这一个大的部分啊，风力发电以及这个的部分，然后靠一个电线杆去给它运送出去。然后一旦你的火电这边出了问题，你就把这个电线杆给它断开啊。比如说我在这里
我就在这里给它连进去啊。一旦比如说你的这边火电宕机了啊，出了问题了，我们就把这个电线杆一断，那这整个电网就隔离开了，这个风电就可以给这个模块单独供电，它就可以慢慢的自己就运行起来，之后再把这个再补回来，哎，你的整个火电系统就又能发电发起来了。这个就是所谓的电网隔离啊。你要是做的再彻底的，把风电跟这边也隔离开，就会隔离的更加彻底一点啊。我这边隔离的没有那么彻底，但也做了一个隔离啊。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发电量啊，这个发电量潜在发电量就已经很高了，它们全都运行起来也不会宕机了。好啊，说了这么多，我们终于可以进行到我们这一期最重要的内容了，去做我们的红糖方块啊。我们先来拿一下原材料。好，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网站计算的这个结果啊。我们要180的红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话，用的是这个氢气的这个配方，是我们的这个叫做等离子精炼的这个配方啊。如果用这个配方的话，需要的这个材料和产线就是这些。需要额外的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原油这个图标后边的这个12意味着12秒每个啊，12秒每滴原油换成物品每分钟就是720的原油啊。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原油的这个喷口啊，这个喷口上会直接告诉我们一个产量啊。如果一个是3的话，我们12的话就是需要4个喷口。那我们现在这些喷口的产量都不足3啊，所以我们一共需要5个喷口来给这个地方进行供给啊。这个地方先不着急说啊，我们先把这个红糖方块的位置给大家定下来，先给它画出来啊。我这里呢先给大家画好之后来给大家解释这些都是怎么弄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这里是怎么做的啊。首先，我们的精炼厂原油精炼厂的数量一共是需要24个啊。原油精炼厂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建筑，它在3个方向上都可以进行这个传送带的输出啊，这个爪子的输出和输入啊。但是3个方向上每个方向只有3个口啊，这是它特殊的地方。其次呢，就是关于这个原油精炼里的配方，我们刚才要说的要选的这个等离子精炼，它是2个原油变成2个精炼油和1个氢气。我们生产红糖要的是氢气的这个东西啊，精炼油算是在现在的时间点算是一个副产物，是一个暂时用不上的东西。但是精炼油建议大家存起来，因为后边用的量非常的大，它很缺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可以看到它是一个2:2:1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原油也好和精炼油也好是要单独用一条带去拉，而我们中间的产物氢气。就是两边用2条带去拉，中间的产物氢气呢是可以供给到1条带上的。如果你去看我的这个工厂的话，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它是对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样就是我的这个工厂的一个形态。然后呢，我们的原油呢是从外面拉进来啊，精炼油从这个中间这条带出去的时候呢，你在拉这个爪子的时候啊，当你的这个机器有多配方的时候，你这样拉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过滤器，你按 Table 键可以在这个过滤器上进行快捷的这样的一个切换。我们在这里呢选择这个精炼油啊，原油精炼啊，就跟我们刚才的总线超市一样，它有很多种不同的结构啊，有各种大神做过各种各样的啊，结构很多啊，也有很好的。我这里只提供一个我的思路和我的方式啊，你要是觉得你有更好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啊。但是这是我的方式啊，好吧。然后我们这边再来，因为这边的这个口是没有这个什么的，是没有出口的，所以我们这里只能用一个十字带的方式啊，把我们这边出来的氢气啊，氢在这里啊，筛选一下氢。在这边筛选一下氢，从这个位置啊出来啊，两边呢走的是这个原油和精炼油。那你说你原油、精炼油和氢都走一边行不行？行啊，肯定是行的啊。但是呢，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要如果想做对称的，就做的不是很好啊，不是很好做对称。想做对称的是需要一些特殊的结构的啊，你或者是错开板，你或者是中间的带子多拉一些，反正各种各样的结构都可以啊。总之还是那个目的啊，只要你的这个东西是有效的，是好用的啊，都是可以的啊。那这边我们就做好了，然后做好之后呢，我们把这个东西进行复制啊，我们这样横拉去复制。但你复制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个紧密的复制，这是不好的啊。我们按一下 Table， 再按一下 Table， 再这样就变成222的这样的一个复制方式啊。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复制啊，这个带着这个最左边的这个爪子反而不好弄了啊。我们先把左边的这个爪子给它删了啊。我们都弄好了再来复制啊，再来复制那个爪子。这样摁2下 Table 啊，我们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一共是需要造12台啊，12台。
这个游戏比较不好的就是，当你传送带还没有的时候，你这个爪子复制不上啊。蓝图就没有这个问题啊，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直接去复制摆建筑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强烈建议制作组能改一改，为什么蓝图可以预先铺爪子，而我们这个手动复制就不可以啊？这不合理啊，我觉得不合理啊。实际上还是应该改一下啊。经常为了这个问题，后边还得去补这个爪子，很麻烦啊。你看现在我们这边这个左边这些就爪子没复制上，到时候我们再补啊，没关系。然后这里就弄好了，然后中间的这个位置呢，留的这个格子，一来是放电线杆的，二来就是放这个交叉带的。你也可以用蓝图去粘啊，但是我个人觉得现在的这个蓝图的功能，当有这种交叉的位置的时候，它并不是很好用啊，交叉的地方经常复制不上啊，所以我这边就选择手动的稍微的补一下，其实也不是很费事儿啊，稍微的补一下。好，这样弄好了之后，你就对应的位置用对应的这个东西去复制就好了啊。这里的爪子要做一下这个位置的调整。这边的爪子我们选择更靠外一点啊，更靠外一点，否则会跟那边的爪子进行重合啊。这里我们选择复制最右边的这个，就是相对位置的这个，我们都用一个配方去复制就好了啊。虽然稍微麻烦一点吧，但是我们现在没用蓝图啊，就没有办法啊。这里是因为这个地方刚才铺传送带这个爪子扭了啊，它就识别不上了啊，所以必须我们删一下啊，这里这样就好了。然后我们左边的这个就用左边的这个去复制啊，左边的这个用左边的这个复制。这里又咋了？你看这个地方又是传送带扭了啊，传送带一扭了，它就复制不上啊，真烦。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没有蓝图，所以我们稍微麻烦一点，后边就好了。好，然后这边就复制好了，我们这里也给它稍微的那啥一下，再铺一下，省着它扭一下不好看啊。同理，外边也这样复制啊，后边我自己去补啊，这里就先不给大家看了。然后这边呢，就是输入的就分别是原油啊和这个煤炭。煤炭呢，石墨烯啊，这边我们摆好了，油我们也炼出来了，然后氢气也出来了，油也出来了，然后怎么办呢？然后我们要做一个缓存啊。你生产这种液体的时候，一定，尤其是化工设施啊，一定要记得做缓存啊，切记要做缓存啊。缓存不要再用箱子了啊！有的小伙伴缓存还是用箱子啊，箱子就不合适了。我们的这个储液库的容量比箱子大得多啊，大得多，用来存这个液体啊、气体啊是非常好的方式啊。我们的氢气啊，氢气就直接进中间的这个啊，然后两边的油的产量是氢气的2倍啊，所以我们分别进2个储液库啊。这边我们分别做缓存啊，等我们后边科技等级上来了之后呢，你缓存的这个空间会更大一些啊，一定要做缓存。为什么？因为你这2个产物，一个是氢气，一个是精炼油。氢气是我们立刻就会用掉的啊，但是精炼油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所以你很容易造成你的这个产线用着用着，你的精炼油就堵了的问题啊，所以一定要做缓存。那有的小伙伴啊，因为这个科技走的比较慢也好，或者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也好啊，它的这个精炼油堆积了很多，消耗不掉，那你说怎么办呢？加更多的储液库啊，加更多的储液库，或者是你精炼油实在太多了，你拿去火电厂去给它烧了，都是可以的。但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加更多的储液库去把这个精炼油存起来，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案。因为后边开始做这个化工能源的时候，你这个精炼油还是有用的。我们后边还能解锁一个配方，是可以拿精炼油去生产氢气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哪里？在这个 X 射线裂解里啊，我们可以用2分子的氢加1分子的精炼油去生产3分子的氢。有的小伙伴看到这个配方可能会觉得啊，那既然精炼油没有用，我让它去继续扩大规模去生产氢气好不好呢？在现在的这个阶段可能是可以的，但是随着你的游戏的进行，你会发现这个游戏最容易堵的东西就是氢，氢是最花不掉的东西啊，所以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做啊。这里这个应该是多造了吧？我看一下，我这边是怎么个情况啊？我们需要18个精炼啊，没多造啊，这个是需要的。那这个是需要的，这里不能这么来啊。这边我们出来的是石墨烯，对吧？石墨烯从这里出来，那我们走外环哈。我们从外边供给这个原材料好了啊。
所以啊，氢气啊，我非常不推荐使用那个 S 射线裂解的那个配方啊，氢气太多了，根本就花不掉啊！你不要去存这个氢气啊，尽快的把这个氢气消耗掉才是正道理啊，否则后边补氢的时候有你难受的啊。然后氢气呢，我们就从这边供应出来啊，供应出来，供给这些糖厂，供给这些糖厂，然后中间出来的我们的这个红糖，我们从这边走啊。这里做一个交叉啊，红糖从这里出来，在这个位置做一个交点啊。那这里拐的地方可能要再提前一点拐啊，把这里删掉啊，在这边做一个交点，交到这个位置，然后氢气从这里出，红糖从这边走啊，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再用一些标签来帮助大家去看啊。好，红糖就从这边出了，红糖从这边出去供给那边的研究站就可以了。这边做了一个 T 字形的交叉啊 ，T 字形交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所以红糖从这里出，红糖从这边出，研究站记得要改配方啊，一定要选择红糖的制作。这边我还完全没有通电啊，先给大家连好。通电的这个事儿呢，我建议大家要不就交个作业吧啊，交个作业，大家自己造的这个糖厂成功运行了，就交个作业，在这个评论区啊，可以去截个图，给大家去分享一下你的糖厂是不是在我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些优化或者是改进，或者是呢你就已经实现了180每分钟的红糖生产，开始解锁红糖科技了啊，哎都可以。我们这里呢，在这一期视频里，要不就先卖个关子啊。我们把思路给大家布置完了，就先不让这个糖厂运行了，我自己一点点的再去连啊。中间这里出来的是我们的精炼油，我们在这边再给大家标一下啊，在这边出来的是精炼油，中间出的是氢，中间出的是氢啊，这样一个红糖的黑盒啊，算是一个黑盒。我们只要在这边供给煤啊，最下面这里是煤，这里是这个原油啊，原油要记得要12每秒的这个原油输入量，你如果不够的话呢，要分成2条线啊，一定要用2条黄带，12每秒就超过我们的这个黄带运量了，黄带运量是6个货物每秒啊，所以一定是2个黄带，包括出来的这个精炼油也一定要单独1个黄带啊，一个精炼油的黄带最多能带12台的这个原油精炼厂啊，多的就带不动了啊。好的，那本期视频应该已经挺长的了啊，这一期说的比较多啊，又补了一下上一期的一些的这个遗漏的一些内容啊，又跟大家说了不少啊，所以这一期视频可能稍微长了一点啊，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别忘了给小米一个3连，我们下一期看看能不能上热门吧，上热门我就爆肝，不上热门的话呢，更新速度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好的，感谢大家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大家拜拜，拜拜喽。